大家好，这里是 IT Commander。这期节目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利用这个 OpenWRT 的路由器来实现设备追踪。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一些网络设备连接到了 OpenWRT 的路由器上，然后 Home Assistant 呢就会对应显示这个设备在家。那么呢，我现在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集成我们的设备追踪到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里。那我现在呢，利用我自己的一个 OpenWRT 来演示，这是我自己编译的一个 OpenWRT， 我跑在 VMware ESI 的虚拟机上的一个 OpenWRT。那么我们看呢，我在我的网站上呢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介绍如何在这个 Home Assistant 添加 OpenWRT 的设备追踪。我们看啊，其实呢很简单，一共就4步就可以完成了。我现在就给大家一步一步演示一下哈。第一步呢，就是我们需要这个 OpenWRT 里安装一个叫Lucy Mode RPC 的一个插件。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 Lucy 复制下来。它有2种方法安装，一种呢就是那么第一种呢就是用命令行安装。我们打开一个 DOS 窗口啊 CMD 的窗口，然后我们用 SSH 命令连接我们的 OpenWRT。输入密码之后呢，我们把这条安装命令呢复制下来，我们把它粘贴到这个窗口里面，按回车。然后大家看啊，已经安装好了，因为我已经装过了，所以它提示我已经安装了，并且是最新的了。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这个网页界面安装。那网页界面呢，我们怎么装呢？我们选这个系统，系统里面有个软件包，然后在过滤这个部分呢，输入 Lucy Mode RPC， 然后我们点击查找软件包。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下面有2个选项卡，一个是可用的，一个是已安装的。你没安装过呢，就应该在这个可用的软件包里面会有一个安装，你点这个安装，它就会自动把这个软件装到你的 OpenWRT 里了。我呢已经是装过了，所以呢这边就不再给大家安装了。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你根本在这个界面里找不到这个软件，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没有刷新这个列表。你点一下刷新列表，等刷新完成之后，你再去搜索就有了。好，那我们看第2步啊，第2步就是修改一个版本号了。因为这个插件的作者呢，可能很久没更新吧，他可能停在了 18.06 这个版本，所以 18.06 后面的版本的 OpenWRT 呢，它都不支持。所以我们需要修改一个版本号。版本号呢，就是在这个位置。我编译的呢，这个版本号是 19.07 的。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位置把它替换成 18.06 的。我在下面呢也给大家举了个例子。那么我现在呢用这个 Windows 给大家演示一下哈。我们用 vi 命令 etc， 我看一下这个目录 os release。那我们回车，我们看这部分啊 version ID 这块 version ID 要写成 18.06。我之前呢是 19.07 这个样子的，我把它换成 18.06， 它就能正常的工作了。我这也是改完的状态，如果你要是没改呢，你要把这个 19.07 或者你其他版本删掉，改成 18.06， 然后退出保存一下，冒号 ESC 冒号 WQ 就可以保存。然后我们看第3步啊，第3步就开始要在 Home Assistant 里添加了。我是用的我 HasOS 的固件。我们来到这个 Home Assistant， 然后点击这个 File Editor， 然后点这个查找配置文件，找到 configuration.yaml 文件。那么我们往下走哈，我在最下面呢添加了这个 Device Tracker 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配置。那我一行一行给大家介绍。第一个呢就是平台是 Lucy。如果你有多个 Device Tracker 的平台呢，你可以在底下分别的给它列出来。那么我现在呢只是用 OpenWRT， 所以我只有一个 Device Tracker 的平台。
然后 host 呢就是我们的 OpenWRT 的地址。OpenWRT 的地址呢，如果你有证书的话，你这里要填域名；如果你没有呢，就填 IP 就可以了。我呢这边是有证书的，所以呢我在这个 host 地方填的是域名，然后并且我把它隐藏起来了。然后这2条是关于 HTTPS 的配置。如果你没有域名配置的话，那这2行你可以不用写，或者把它改成 fields 禁用掉。然后 username 和 password 就很简单了，就是我们 OpenWRT 的用户名和密码。下面呢这 interval seconds 这个就是多长时间去检测一遍这个在线状态，那我这里设置的是5秒。然后 consider home 呢 consider home 就是考虑在家的时间，就是如果这个设备持续10秒钟都在家，那每5秒检测一遍，10秒钟就在家，那也就是说检测2遍，如果它都在家的话，那就认为它在家，就会在我们后面的 system 里显示它在家。然后底下有一个 new device defaults track new device true， 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新的设备进来，是否追踪？那么我们默认是追踪的。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是比如说他配置好了自己的手机和家人的手机之后，新来的设备就不想让 Home Assistant 再显示出来了，那样的话很乱，很占地方。你就可以把这个地方改成 fields 禁用掉，就是不追踪别人的手机了，或者不追踪别人的网络设备了。然后我们配置好这些之后呢，重启一下，然后我们到这个开发者工具里面会有一个 device tracker 的很多的 device tracker 的设备显示出来。我现在没有，是因为我呢并没有把 device tracker 追踪的人员全部选成 true， 现在全部是 fields， 所以它一个人都不追踪。那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单个的设备跳出来追踪。那我们点击这个查找文件，我们配置完这个设置之后呢，会在这个配置目录里看到一个 known device。 这个 known device 呢就是已知设备，这个已知设备呢就是我们 Home Assistant 从 OpenWRT 上面取回来的设备列表，当前在线的设备列表。那大家看每一组设备都是这个样子， MAC 地址、名字、MAC， 然后图标、图片，然后是否追踪。我呢把它都变成了 fields， 就是都不追踪。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都追踪的话，很多东西呢，比如说小米插座它不值得追踪，所以呢它会在我的 Home Assistant 里占用空间，还会显示日志。那我现在呢给大家演示一个啊，就是我打开一个，我把这个 track 等于 true， 然后也就是说追踪这一个设备，让大家看看效果。然后我们点击这个重启 Home Assistant， 这个 known device 呢就是来控制已知设备的追踪与否。好，重启还是比较快的。那么我们怎么来验证是否追踪到了呢？我们回到开发者工具，我们往下走，看到 device tracker， 那大家看，这就是刚才那个设备，刚才我把那个追踪变成 true 的那个设备，大家看它会显示一些信息给你，就是包括一些它在哪个端口上，然后它的 MAC 地址，是否设置了代理服务器等等等等，然后还有它的 IP 地址，主机名是空。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设备加到一个人员身上，这个人员呢就会根据这个状态显示这个人员是否在家了。当然了，一个人员可以属于多个设备同时在线，比如说手机啊、蓝牙同时在线才判定它为在家。如果你只有一个呢，就是一个设备的状态来判定这个用户、这个人员是否在家或者是离家。好，那这就是我们 Home Assistant 使用 OpenWRT 来实现设备追踪的
具体的实现方法。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呢，还可以在我的网站上去查找这篇文字版的教程。好，那么我们本期教程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记得订阅、点赞、转发。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